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我们都知道快乐很简单，但保持快乐是很难的。那要怎样才可以一直快乐下去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ACP，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总是心情愉悦的呢？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长按点赞3秒钟。下面就跟正正一起来揭秘一下如何持续快乐下去的密码吧。SCP-230是一名体格精壮、外表僵硬的男性白人，年龄大约为30岁出头，身高1.85米，体重为68.04公斤。他穿着鲜艳，喜欢粉红色和黄色的衣服。SCP-230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似乎从来都没有过负面情绪。然而 SCP-230快乐的密码就藏于他的毛孔之中，这是一种与海洛因很相似的化学物质，被称为某化合物。一旦从他的毛孔中分泌出来，它就会立即蒸发并污染他周围的空气。当该化合物在气体当中所占达到30%的时候，就会起效，受试者一旦吸入，就会引起极大的愉悦感。SCP 基金会对处于 SCP-230影响下的低级人员进行分析，发现他们体内的多巴胺含量是性高潮时候预期含量的5倍之多。受试者表现出的损伤类似于海洛因引发的作用，只要不离开 SCP-230 身边，受试者就会愿意满足 SCP-230 提出的任何要求。该化合物不仅仅存在于毛孔当中，它其实存在于 SCP-230 的所有体液中，甚至与它进行皮肤接触都有被感染的可能。接触该化合物将导致立刻上瘾，戒断症状非常严重，死亡率高达30%。症状包括食欲不振、颤抖、心慌、呕吐、腹泻、易怒、痴呆、精神错乱、失明和内出血，但症状因人而异，并且通常会持续约2周之后才会消失。据 SCP 基金会诊断，症状取决于受试者所接触的化合物剂量。如果受试者不小心摄入了 SCP-230 产生的任何体液，比如唾液、血液等，那么死亡率将达到100%。SCP-230 是在一座公寓当中被发现的，当时有20个人充当他的仆人，地上有几具暴露者的尸体。SCP-230 似乎还在试图限制暴露者的人数。当被问及地上的尸体，得到的回答是越来越挤了，所以我只能让几个人停止呼吸。SCP-230 本人也处于化合物的作用之下，但他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转化其情绪的尝试均告失败。基金会还使用了好几种会引发抑郁症的药物，但对 SCP-230 来说毫无作用，甚至还会分泌出更多的化合物。SCP-230 本身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愿意与任何工作人员交流。他说不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泌化合物的，在他的记忆里面，自己就一直在分泌化合物了。SCP-230 喜欢谈论自己认为好的、愉悦的事物，在被要求对自己进行描述的时候，说了6次同性恋，4次快乐，还把自己称为活着的同性恋。在博士的笔记中记录 ，SCP-230 对同性恋这一词的执着与性取向无关。简单点说，他对于性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因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感受到同等的快乐，甚至更多。性生活已经毫无必要了。在一次研究当中，一名2级研究人员在工作时候意外触碰了化合物，他被扣押，并在戒断症状持续期中接受治疗。1个月后，医务人员确认因化合物引发的症状已经消除，于是该研究人员被释放。2个月后，这名研究人员竟然试图闯入 SCP-230 的收容区域，被制止后进行了暴力的反抗，还导致了多名人员被炸伤。经检测后，该研究人员被处决。为了避免发生更多类似的事件，基金会制定了严格的预防措施。目前 SCP-230 属于 Euclid 的收容级别，被收容于某站点的一个看守严密的房间内。房间需设有可控的通风设施，以确保从中排出的空气在重新进入站点的常规通风系统前能够被适当的过滤。在不违背 SCP 收容标准程序的情况下， SCP-230 的任何需求都应该被满足。门每次被关闭后都会自动上锁，并且只能从房间外面打开。进入房间的人员必须完整装备独立供氧的防护套装。暴露在 SCP-230 房间的空气中或与 SCP-230 体液有过身体接触的人员都将被收容并接受不少于1个月的观察。1个月后仍然表现出 SCP-230 相关症状的人员将被处决。若1个月后已无异常，则将其调走并禁止再接触 SCP-230 了。好了，看到这里，你们觉得这个 SCP-230 快乐吗？我觉得他确实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而且他的快乐还会传染，让人上瘾，让人唯命是从，甚至只要他下令让你停止呼吸，随后你就可以消失了。这恐怕是在解决世界人口过剩的问题吧。但其实想想也有点细思极恐，难怪基金会得把他关到密闭的房间里面了。这个 SCP 简直有点像电影《香水》里面的剧情。虽然男主并不是自带香味的，但是他对于香味的研究到了极致，最后征服了所有人，无法自拔。而男主毋庸置疑成为了最快乐的人。所以说真的，每个人对于快乐的点都是不一样的。有人觉得吃饱喝足就应该知足了，有人觉得要暴富才算快乐。其实快乐没有很简单，也没有那么难，但有一点一定是确定的，不知足不感恩的人将永远不会感到快乐。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一直快乐下去。评论区留下你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分享一下。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